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自护卓越可见。本节目由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全新 X70 赞助播出。赫莲娜 No.1 抗老精华水，一瓶补水、补油、补精华，补出你的饱满自透光。每周22点，会员抢先看职场辩论脱口秀，老板别听。我们开麦。同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毛倩文。我们是一档聚焦当下职场人热点话题的创意辩论节目。我们将进行6进3的3场初赛，以及3进1的1场决赛。从6位职场辩手中选出一位能为打工人发声，也能够拿捏领导和规则的职场 carry 王。在职场 emo 的你我，给大家铺上沟通之路，让我们快乐搬砖，一起给职场副本升级吧。今天呢，我们现场非常开心啊，看到31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场人，今天呢一起成为了我们老板别听的同事们。希望大家用你们的火眼金睛，一起选出今天的职场 carry 王的潜力股，并且呢，我们今天还有王炸啊！我们今天挖来了2位由行业精英组成的老板别听观察团。首先，让我们欢迎从律政圈跳槽来我们老板别听辩论圈，用最温柔的语言抓住最隐蔽的漏洞的罗一涵，欢迎。同时，让我们欢迎把前半生写成职场教科书，50岁勇闯自媒体战场的逆袭姐刘楠，欢迎楠姐。问问2位有没有最近了解到一些关于我们职场的新兴词汇，觉得反映了一些怎样的问题呢？哎呀，我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了已经。其实我特别怕大家说我有圣母情节，说我有爹味儿妈味儿。但是我发现年轻人已经可以用越来越幽默的语言来对抗自己的紧张了。我想和大家说，职场是棋局，需要我们既有智慧，还有策略。我希望帮大家一起找到更加闪闪发光的自己。很温暖的一番话啊，一涵。我先来做个调查，今天谁是带薪摸鱼来的？请举起你们的牌子。真带薪摸鱼的都不敢举，这万一老板看着呢？很多职场类的互联网词汇，其实都反映出来我们年轻人现在更有话语权了，变得更加的原子化。但是通过这些词汇，通过这些表达，每一个小小的原子正在凝聚成一些更大的力量。2位的发言其实也看出来，职场中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新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了。今天的2位辩手又会有怎样的观点和看法呢？让我们开启今天老板别听的辩论吧。我们本场会有2位辩手参加比赛，共进行2场辩论。现场的31位同事、观察团以及主持人可以根据选手的表现进行投票。第1轮将会有31位同事投票，总计31票。第2轮主持人和31位同事投票，总计32票。最终观察团会综合今日辩手整场表现，每人投出5票观察票。累计票数最多者就是今天的胜者，晋级决赛。首先有请出今天的第1位辩手登场。职场刺客，你在恐惧这个称呼吗？职场的胜负在开口前已注定。文科从来不是限制你追逐高薪的门槛。我是黄豆酱 Sylvia， 一个靠脑子让你心服口服的文科生。我们开麦，老板别听。Hello， 大家好，我是黄豆酱 Sylvia。曾经有一份500强工作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我辞职创业后才发现，职场上最痛苦的不是加班，是没有方向。
我的使命就是帮1万个打工人找到自己的取经路。谢谢大家。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2位辩手。面条啊，你要把眼光放长远，不要计较一时得失。放心，以后我一定给你升职加薪。来，第一，眼光放长远，那眼前呢？就是什么也得不到。第二，这时候得不到，以后更得不到。第三，听老板说话一定要听时态，以后一般将来时等于现在吹牛时。老板的饼我消化不了，我是爱女孩的面条，你身边独一无二的互联网工位搭子。我们开麦，老板别听。欢迎。大家可能对我的定位有点误会，其实我是颜值博主，误闯了这个职场赛道。哦，那怎么办呢？上班不内耗就来看面条，陪你上班，陪你吐槽，我就是爱女孩的面条，爱你们。太可爱了啊！一个黄豆酱，一个面条，哎呀，都说爱吃的女孩运气不会差。今天呢，也祝2位好运了。那接下来我们的辩论即将开始了。都说辩论场就像职场，初入职场都需要我们单打独斗，所以呢，接下来的环节呢就是1v1个人战，看看你们第1轮的辩题是什么。职场黑话是高效神器还是卖弄型伪装呢？辩题已经公布了，2位呢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观察员手中啊，各有一个文件夹，这2个文件夹中呢，分别写了正方和反方。接下来将是2位选择正反方的时刻了。但谁先选呢？由你们各挑1位同事，他们工牌上的这个号码的大小来决定，哪个号码更靠前，哪个就先选文件夹。那我们的面条来看，选择1位你心仪的同事吧。我来选一个班味最重的，班味最重，就那个男孩子吧。你的胸牌上的编号是多少呀？87号，是不是？那接下来黄豆酱，好，我就选1位最没有班味的吧。就这位美丽的小姐姐，我不服。你的编号是84，哇，2位差得这么近吗？由我们的黄豆酱来率先选择，你要哪位老师手中的文件夹？我要遗涵老师手中的。我们来看一下，他选择的是正方高效神器，那么我们面条自然也就是楠姐手中的反方卖弄型伪装。选择反方的面条，你将有选择先后手的权利。我选择后手，所以你是后开后杠先结。那么黄豆酱，你自然就是先开先杠后结了。好的，我抽到的那一方不是很占优势。因为从打工人共情的角度来说，大家肯定都是不希望别人跟我说我不懂的职场黑话的。在场的31位同事们，到了你们做选择的时刻了。如果你觉得职场黑话是高效神器，你就坐在红色的前方；如果你觉得是卖弄型伪装，就坐在蓝色的背板前方。大家做出你们的选择吧。看来大家还是对职场黑话挺反感的。我们的正方现在应该是有点压力了，等着我说服你们。大家这个选择的理由是什么啊？我觉得职场黑话是高效神器，因为它可以把一个很长的一句话或者一个概念给它浓缩成一个词语或者几个英文字母，更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高效沟通。老板跟我说奖金多少，加班多少，一个字干就完了。所以我认为不要卖弄，尽人事听天命。谢谢。一看就是实干型的选手啊。我是反方，我觉得是卖弄型伪装。首先，我的职业是一名护士，然后我平常的主要的对象就是患者，我们主要就是帮他减少痛苦，然后挽救生命。我觉得在生命面前 ，KPI 这种根本就不值一提。哇哦，好棒哦！
谢谢你，谢谢我们这位可爱的白衣天使啊！那在他的视角里，任何的这个职场黑话都没有我真真实实的挽救一条生命来的更加实际。各有各的道理，哎呀，这好像很难一时间说服彼此啊。不过接下来就要看2位辩手你们的表现了。在开辩之前，我们请2位先对对方放个狠话吧。面条今晚是煮着吃还是炒着吃？拌黄豆酱吃。辩论马上开始，先开先杠后解。首先有请黄豆酱做立论准备，180秒的立论时间计时开始。朋友们，本人曾经是长达5年的外企都市丽人，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职场黑话，我过的都该是什么苦日子。职场黑话的本质是一套在工作中用来高效沟通的行业术语，是提升个人与组织效率的神器，是我们职场生存的必需品。职场黑话相当于帮你把1集《甄嬛传》的剧情浓缩成了15秒的短视频，让你跟同事都心领神会。我在500强外企工作的时候啊，我说我们要 align 一下主推 SKU， 做 KOL seeding 来撬动客户心智。这不是在卖弄，而是在瞬间启动一个复杂的协同程序。SKU 是库存单品，KOL seeding 代表一整套的营销模型。Come on， 这可是职场哎，要的就是快准狠。黑话不是制造壁垒，而是能让团队瞬间 get， 避免长篇大论的阅读理解。黑话不是伪装，是帮我们把工作成果包装成更好理解的专业价值。咱们打工人谁没写过周报、做过汇报的，对不对？如果你在周报里写，我这周写了50封邮件，打了100个电话，那在老板眼里你就是纯工具人。但如果你写本周横向拉通50位核心角色，精准沉淀100条有效洞察，为 Q4 业绩引爆做好了核心抓手，这就是向上管理。黑话用得好，下班回家早；黑话讲得透，加薪才不会把你漏。其实有些话不是不能说啊，是不能明说。大家试想一下，当我们用“我俩需要对齐一下颗粒度”来代替“喂，我觉得你脑子跟我完全不在一个频道”，这个方案我觉得还可以再迭代一下。你做这什么玩意儿？是不是既维护了职场边界，又避免了人际冲突？这不是虚伪的黑话，这是职场里温柔的传声筒，是体面的情绪缓冲垫，更是成年人在协作中必备的智慧。谢谢大家。接下来，面条请做准备，180秒钟立论时间，计时开始。健康的职场就应该大声对黑话 say no， 它人为制造出了高优越感，却只能带来低效。今天我就来撕下这些职场黑话的遮羞布啊！闭环、赋能、底层逻辑这些词陈词滥调，讲包浆了。以前开个咖啡店叫咖啡店老板，现在全都摇身一变叫主理人，整条街的个体工商户都变成主理人了。主理人文化就是消费领域的黑化压迫，而职场黑化是它的 Pro Max 版本，更残酷。你面对这样装腔作势的主理人，可以选择不买，但你在职场要生存，你就只能忍。就像在电梯里啊，有人排放了一些气体，很臭，但你要呼吸，你不想闻也得闻。那么既然大白话可以讲清楚的事，为什么要用黑话？因为语言就是一种权利。当我作为职场新人啊，我被老员工说你现在打法缺乏底层逻辑，无法形成闭环，这句话能让工作干得更好吗？不，他就是在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游戏玩法。你一路过5关斩6将，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厂。
啊，结果发现对标就是照抄，矩阵就是先搞8个小号。所谓的战略决策，就像唐玄宗想吃荔枝了，一拍脑袋找来20个高材生来落地，怎么实现我不管，我就要吃。你老板跟你说，不要跟我讲过程，我只要结果。黑化的本质，它就是用术语壁垒掩盖对它业务浅薄的理解。所以老板们 ，please 别装了，你的活儿在手上，不在你的嘴上。咖啡要靠口味，不靠这些主理人啊。职场我们想干好看活儿，不靠这些黑话，让我们 easy work easy word，OK？谢谢两位的精彩立论。第一个环节刚开始已经初见这个刀光剑影了啊，不知道两位观察团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我目前的立场还是站卖弄型伪装的。因为我跟大家分享个小故事，在我第一份工作第一天入职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10页的英文缩略词。我每一次发邮件之前，我都要先对着那个词查词典。对我来说，这是一段非常极其痛苦的经历。它没有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我其实不是一个立场不稳的人，但是我必须说，今天我被2位都说服了。可能是因为我在我之前的工作中是 coach 我的年轻人，我发现在职场里面，老人之间用黑话对话确实是效率很高。但是一个新人加入一个企业以后，可能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也不敢问。我曾经的一个项目组里的一个成员，我让他发一个 MR， 他不懂，但是他已经加入我们公司6个月了。所以大胆的去举手提问，是对职场新人啊，一定是最佳的保护。大家都会有各自的对于职场黑化的理解，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紧张又刺激的开杠环节。开杠环节，2位各有90秒钟的发言时间，请问2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先开先杠后结，那么由黄豆酱先杠，面条后杠，计时开始。面条，我问你啊，下面这些大厂人，他们平时工作中都用黑话，你说是他们犯傻了，还是你忽略了黑话的合理性？你都说了大厂人，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标签了，说明他们要先学习黑话才能进入大厂，反而证明了黑话是大厂进入的一个壁垒，你不觉得吗？哎，我可不觉得。那我来问你，哪一个行业没有黑话？你在救人的时候，急诊的病人需要听黑话吗？你得这么想啊，如果这时候你躺手术台上，医生和旁边的这个助手说一些专业词汇你听不懂，你会觉得医生不专业吗？请你回答我。既然是专业词汇，为什么它要等同于黑话？黑话黑幕，这个黑指的就是隐蔽性，不然你觉得这个黑指什么？哎，你可不能把黑话跟黑幕放在一起讨论啊！黑话可是一套在行业里能够让你高效沟通的语言体系，你否认这一点吗？什么高效啊？是帮你快速识别圈子内的人的高效吗？是帮你筛选人效率的高吗？当然不是。那我再问你啊，如果古人创造了成语，我们天天用，甚至鼓励我们用，这时候我们现代人创造了黑话，反而不让我们用了，这是为什么？这合理吗？不是不让你们用，是不让你们滥用。现在职场里的黑话，仿佛就是职场 cosplay 的台词。所以其实我们讨厌的不是黑话本身，而是滥用黑话的人，对不对？那你所谓的用黑话，到底是为了显得你比较牛，还是显得说白话的人比较 low？不是显得谁牛或者谁 low， 更多的是用在我们的高效沟通中。那我再问你，如果职场黑话真的能提升职场沟通效率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用呢？你说的这个沟通效率是需要解释10分钟的效率吗？时间到，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是超出我预期的。谢谢2位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开杠环节。稍后将要进入到你们的结辩环节。
两位各有120秒钟的时间，先开先杠后结，所以我们由面条先结变。计时开始。朋友们，语言它本是沟通的桥梁，职场黑化让语言变成了权力的围墙。说大白话就是不懂行，硬生生用这个黑话给职场分了个3、6、9等。我们在职场张口闭口黑话，就好像每个人都披着皇帝的新衣，人人都说啊高端专业，他明明什么也没穿。你听完你的老板说打造矩阵式打法，击穿用户心智，你知道今天要干啥了吗？每天的精力都用来琢磨他在说什么，我要怎么用黑话把我的工作包装。这不仅是低效的沟通，更是对职场价值的本末倒置，是在消耗每个想好好做事人的心气。为什么我们说职场黑化是卖弄型伪装？因为一个健康的职场生态从来需要的不是黑话，而是清晰有效的表达。好咖啡看豆子，不看主理人讲故事。好职场是沟通顺畅，活儿干得漂亮，不是比谁黑话说得溜。所以今天我想在这里呼吁大家，所有的年轻人，还有各位前辈们、老板们，给职场的黑话做一次净化吧，让我们沟通回归真诚，把工作回归本质。谢谢大家。接下来由黄豆酱准备你的结辩环节，计时开始。不论你在哪个行业，凡是所有高效的协作体系，都必然会产生自己的行话。大家试想一下，当你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你会因为主刀医生跟旁边的助手说某个医学词汇你听不懂，就否定他在医生间高效沟通的价值吗？再想一下，当你想做自媒体，这时候你的运营导师说前3秒要用黄金钩子，中间要埋互动点，否则影响完播率，你听不懂，就否定这套方法论在提升内容效果时的高效指导作用吗？所以你看，从专业领域到兴趣爱好，都需要黑话来提升效率。那我们真金白银的职场，用几个闭环、赋能、抓手来提升协作效率，过分吗？所以朋友们，我们真正应该反对的是光说不练的混子，而不是职场黑话这套语言工具本身。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在职场遇到卖弄黑话的人还没出招就自废武功。当你真正把这套语言体系用得滚瓜烂熟，你会发现，以前你听老板画饼只觉得吃不下，现在你听老板画饼能立刻拆解出这个饼的大小、口感和熟度，判断它需要你赋能多少才能真的烙熟。因此我方坚定相信职场黑话不仅是高效神器，更是一套帮你破解职场密码、实现自我成长的终极语言体系。谢谢大家。谢谢。好，那到此呢，我们2位选手的第1轮辩论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在场的31位同事们，到了你们做选择的时刻了。如果觉得正方更打动你，请将你手中的方块投入到它对面的亚克力桶中；如果反方更能说服你，请将手中的方块投入到它对面的亚克力桶中。好的，各位同事们已经做出了你们的选择了。本场投票呢，共计31票。从这个票数上看很直观的能看到，好像红色的方块更多一些，所以支持正方黄豆酱的同事们会更多一些。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的比赛刚刚过半，我们反方面条继续加油。大家都知道呢，在职场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团队协作才能解决掉更多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团队协作战。我们2位观察员将会选择一位心仪的辩手进行组队，开启团战。接下来2位观察员，请选择你们更心仪的辩手，站到他的身旁，和他成功组队吧。我的右手边呢是一涵，选择了黄豆酱；我的左手边呢是我们的楠姐，选择了面条。为什么会选择这位选手组队呢？
因为我觉得黄豆酱比我更有气场一些，而且，我刚才听他的，不管是立论还是开杠吧，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表达会更具体一点。这个可能是我在辩论当中比较欠缺的部分，我感觉可以相互优势互补。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太正经了，我特别喜欢古灵精怪的选手，他不但启发到我了，还挑战到我了。所以我想，我们俩在一块儿可能碰撞出更多的火花。现在我们2队都已经组队成功了，一起来看看你们的辩题是什么吧。我们该用牛马、打工人这样的词语自嘲吗？那我手中有2个文件夹，你们选择文件夹了之后呢，抽到反方的那一队将会优先选择先后手。暂时落后的面条，你来选择一个心仪的颜色。那我选择这个绿色吧。那么黄豆酱，你拿这个。好，我们展示一下自己抽到的是。抽到反方的选手呢，你将选择先后手。后手。选择后手，那么黄豆酱的组合将会后开后杠先结，面条你们的组合将会先开先杠后结。接下来2队各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在备战间进行准备。20分钟之后，我们台上见。想个什么队名？你有什么想法吗？土豆酱。黄豆酱我可以理解，土是怎么来的？是觉得我很土吗？是因为我的微信名是深情的浪漫土狗。哇，咱俩都姓刘，再多一个姓刘，咱们可以叫666。咱666。哎，但是我有一个我特别讨厌的外号，哎，因为叫刘楠嘛，动不动有人说牛腩，但是我觉得和你这个面条挺配，红烧牛腩面好像还挺好吃的。第一个，他们肯定会说有解压。它可以让情绪稳定，我接受现实了，所以基于这个现实，我就能够 moving 了。这是一个自我的心理解离，既不解压又不解决问题。你解压，你说什么不行呢？你一定要作践自己，对不对？一定要贬低自己。我不自嘲，我等着别人来嘲我吗？如果你说你要解决问题，难道你是跟对方吵吗？难道你是给自己打鸡血吗？如果我这个愤怒可以通过群里面甩个什么牛马表情包，或者跟朋友吐槽一句消解掉了，就是我去改变他的这种源泉了，力量源泉了。就是我们自嘲，但不是消极。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麻木一下，我们承认这一点。对，我来问问 AI， 你看他的幽默了，完全不觉得冒犯啊！我来找一点论据给你。这个2个确实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标签效应和自我实现预言。反正确信我们有这2个理论支持。可以。对，这个真实性是有了的。走吧。20分钟时间到了，让我们重新邀请2支队伍回到辩论台，欢迎2队。这轮2 v 2的辩论开始之前，我们也想请2队来放放狠话。职场30年牛马了，我都快成牛魔王了，在我面前你们就是红孩子。呀，这气势一下就高了啊！我们土豆不服来斗，特别可爱。首先，红烧牛腩面队先开始立论，120秒钟的立论时间，2位请准备。该不该用这个牛马自嘲？太该了！自嘲牛马就是我和你之间身份的宣言，是我们的心照不宣的解压。不光要用，还要用的理直气壮。拜托，你们上班不累的，还要花心思想我要不要牛马自嘲？放过我们吧！就像你发烧了要降温，自嘲就是情绪降温贴，身心俱疲的时候还能笑得出来吧？现状都已经这样了，我再不自嘲，我等着被别人嘲吗？我主动出击，我先发制人，就因为我幽默、勇敢、聪明，我才选择自嘲。用牛马自嘲，工作中那些刺儿不至于扎我们扎得那么痛。有人会说啊，自嘲让人沉沦，不，真的沉沦是都不觉得这有问题。
我选择自嘲，我笑出来了，我不是在说我认命了，是告诉你我看穿你了。我选择用幽默闪避掉负面情绪的最后一击，是我看清生活的真相，我依然选择热爱生活的牛马英雄主义。作为在职场上摸爬滚打了30年的所谓高管，我和大家其实一样啊，无非是资深的牛马打工人，谁不是一路自嘲过来的呢？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自嘲其实是最低成本的心理韧性建设。那作为曾经的老板，当我听员工自嘲牛马，这也确实暴露了企业文化的真空、管理上的盲点。而遗憾的是，当下我们并没有任何制度能彻底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大方的自嘲吧，我们每个人都在系统中。我们对个眼神儿，认清一下现实，接纳当下，留在牌桌上，我们就有了推动改变的可能。谢谢大家。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土豆酱组合开始你们的立论。我是一个在网上专门教人怎么混职场的博主，但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牛马、打工人这样的自嘲就是最可怕的认命宣言。朋友们，在500强外企，我们每年花好几百万，就是为了在用户心里种下一个高端专业的品牌形象。如果你天天在朋友圈、在茶水间说自己是牛马，甚至换上之前很火的这个老板不敢委以重任的头像，那就是在给你的个人品牌打负面广告，对所有人广而告之，你没有自主思想，老板抽一鞭子你动一下，你很便宜。你想想，当老板看到你这样的牛马心态，他还敢把重要的项目、核心的岗位交给你吗？也许对方辩友会告诉你，我们就快乐牛马啊。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不，朋友们，你不该是任人宰割的牛马，你应该是羽翼渐满的鹰，是崭露头角的虎，是野心勃勃的狼。真正的强大不是提前躺平，说自己就爱地心引力，而是敢于直面问题，并相信自己配得上更好的。我以前也自嘲牛马，因为我觉得我看清了职场无意义的本质，没有意义，对吧？大家用一个很低成本的玩笑自嘲一下怎么了？但我跟大家讲，千万不要陷入到这种低成本的一种心理疗愈，被这种心理疗愈绑架。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告诉你工作没有价值，但是价值不等于意义，价值是你脑子当中的得失，你用脑去衡量，意义是我们心的感受，你是用心去选择的。如果我们今天打开社交媒体，你只能被推送到自嘲的笑声，那有一天我们将没有办法听到劳动被异化的哭声。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应不应该自嘲，是在一个社会语境下的回答，而不是个人能不能自嘲。感谢两组带来的精彩立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到了我们非常期待的开杠环节了。先开先杠，所以由红烧牛腩面组进行先开杠，土豆酱组进行后开杠，每组有90秒钟的发言时间，总计时180秒。计时开始。请问对方辩友怎么理解自嘲的嘲字？搞笑。你的观点是自嘲是一种麻痹，那我想问你，你拔智齿的时候不打麻药吗？那如果你今天自嘲牛马，是认为你觉得自己可以有牛马的待遇吗？当然不是，那是我们有清醒的认知。难道多说一句牛马打工人可以多给你一点加班费吗？你加班到凌晨2点，功劳是你老板的，锅是你的，你这时候应该怎么办？情绪的排解有很多种方式，你说一种方式。我会喝奶茶，喝奶茶。糖尿病的风险大还是自嘲的风险大？当然是自嘲的风险大。糖尿病的风险是直接影响到你的寿命的，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嘲的风险大？因为从你个体的视角变成社会的语境的情况下，是应不应该的问题。那你为什么觉得社会语境会开始自嘲呢？如果是社会语境下，会陷入到一种集体性的共鸣，这种集体性的共鸣会让你陷入到这种陷阱里面，你更难有情绪，更难有正当性去反抗。
罗一涵老师思路非常清晰，而且反应特别快，我都被他说懵了。老板看到你自嘲的话，他会怎么想？认清现实啊，并且在我认清现实的情况下才能够解决问题。老板是更喜欢一个清醒的奋斗者，还是一个自嘲者？你说的这么多老板爱听的，这个节目叫《老板别听》，你是不是参加错节目了？面条今天的表现确实让我觉得蛮惊喜的。到了后期，我感觉我这个 I 人已经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罗一涵老师是我的神助攻。自嘲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在真正的职场沟通当中，只陷入到自己的语境里面，而缺少了更多沟通的机会。当一个人情绪稳定的时候，才有机会沟通，否则都是觉得别人错，心里总是觉得不公平。老板怎么又开始让我们要情绪价值了？我问了 AI， 它是不是 AI 牛马？你们猜结果怎么样？说，他说他觉得 AI 牛马非常符合他的处境，因为它是工具属性。你自嘲牛马，不代表你整个人是牛马，而是你在工作场合那个身份是牛马，牛马更应该被用来自嘲。刚刚说了，哪怕你在职场当中自认为有一种工具的角色，但也并不代表职场当中你就没有意义。好的，时间到，太激烈了，真的是火花四溅呐！那我们大家平复一下刚才激动的心情，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结辩环节。土豆酱组合先行进行结辩，30秒钟的时间，计时开始。所以朋友们，我们不是在反对幽默和情绪排解，我们是在反对一种跪着笑的姿势。我们不能在语言的温水中煮死了自己那条还能翻身的咸鱼。因为什么呀？称谓是最小的咒语。如果我们愿意一次次主动的自己作为语言规训下的一个囚徒的话，将来还让我们法律人为大家在法庭上争取一个人的价格吗？好，时间到，接下来有请红烧牛腩面队进行你们的结辩。自嘲是我认清了处境，我选择抽离出来，这是改变的第一步，认识实践的基础。当一个人说我是牛马时，他其实是在蓄力说出下一句我是一个有尊严的打工人。我们自嘲牛马不是逃避现实，是和现实握手言和，是我们看清了真相还选择笑着上班的勇气。这不是丧，这是牛马的英雄主义。好，时间到，那到此呢，我们的团战辩论环节就全部结束了。现场的31位同事们，请开始你们的抉择吧。如果您更加支持反方，请将方块投入到他们面前的亚克力桶中；如果你更支持正方，请将方块投入到他们面前的亚克力桶中。接下来也到我的选择时刻了，也将投出属于我的一票，来投给你们，谢谢。谢谢。好，谢谢2位观察团，也同时有请我们工作人员撤杠台。经过了第2轮的团队战之后啊，感觉到场上的票数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了啊，感觉蓝色方块已经慢慢的追上来了。但是面条真的有用他的视角启发到我，有做了非常逆转的换位思考。我们的年轻的小伙伴们在职场上，也许也试一试换位思考。如果你想打败对方，一定要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职场是棋局，我们需要有策略。谢谢楠姐，但是感觉你刚才辩论的时候已经完全投入了，完全跟面条2个人强联手，特别棒。那我们也想问一问一涵啊，什么样的感受呢？因为我跟黄豆酱天然立场，谁不会这样自嘲呢，对吧？他是一个表达观点会比我更坚定的人。之后大家其实不管是生活中跟朋友闲聊，还是真的在社交媒体上，都可以表达得更有力一点吧。所以你们这是一个互补的组合。那我们现在要有请2位观察员把你们的身份从刚才的组合中抽离出来了。此时此刻呢，在你们的手中有非常关键的5票，你们将手中这5票要投给哪位选手呢？希望你们可以慎重的做考虑，投出你们手中那关键的5票吧，请选择。我仍然会投给我的队友。
好的，现在呢，2位观察员的投票也结束了，来问一问2位，现在心情如何？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的？如果我票数比他多，那我赢得了比赛；如果他票数比我多，我可以早点下班了。那我希望我自己是那个不用早下班的那一位，加点班也可以。对。那现在呢，我们的票数已经统计完毕了，来有请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上。好的，现在2位选手的票数已经在我的手里了。现在我跟大家一样，非常的紧张啊！已经看到2位的票数了。那么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公布面条获得的最终票数是33票。我们的黄豆酱获得的最终票数是40票，恭喜黄豆酱！谢谢大家，恭喜黄豆酱成功晋级决赛，角逐最终的职场 Carry 王。没有想到能够顺利晋级，所以说觉得真的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我赛前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会赢，但是变着觉得好像自己还行。我想对今天的自己说，今天的比赛你扛过来了，希望未来你能做自己人生辩论场上的 MVP。面条这趟也来玩得很开心吧？对啊，玩得很开心啊。开心就好，就像你说的一样，就像我们在职场中一样，快乐永远是真谛。我特别想对面条说，我觉得面条的心态这点真的特别好。面条的表达其实是非常年轻化，而且很有传播性的表达，它是非常积极的在帮我们打工人、帮我们劳动者去寻找问题的。其实，在工作当中啊，大家即使觉得我现在的工作是一个螺丝钉，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价值是不等于意义的。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不要只在群里面发表情包了，好吗？可以多来找一找我们劳动法律师，好吗？给我们增加点业务。谢谢一涵。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话题并没有真正的正方，也没有真正的反方，而真正在职场上能够很好生存的人，其实是有一定灰度的人。适者生存，还是那句话，留在牌桌上，我们就可以推动改变。谢谢大家，谢谢楠姐。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自己职场的职场 Carry 王。我们开麦，老板别听，今天下班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老板别听总决赛的现场。大家好，我是孟夏。如果用 AI 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为什么这份福气给我们不要？今天你以为你上了牌桌，但很快你就是下一个被淘汰出去的人。真係好傻好天真啊！刚刚还在那边声嘶力竭地说职场不要交朋友，他现在跟我说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畅享高品质视听，解锁上百种追踪方式，收获成吨的快乐源泉。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连问题都不敢正视，要用摸鱼来隐藏自己需要休息的正当权利和呐喊。那怎么办呢？我超棒，但是我摸鱼。只有汇报才能把信息权握在自己的手上，才能坐上职场的主桌。让我们来为大家揭晓3位辩手最终得票情况。